这是宋美龄女士1958年第3次回母校威尔斯利学院时赠送给学院的自己画作。中国传统的工笔画，兰花代表春天，荷花代表夏天，蜀葵代表秋天，松柏代表冬天。4幅画，达克理解应该寓意在这里度过的4年美好时光。从麻省波士顿驾车大约半小时，就来到了著名的威尔斯利学院。学院成立于1870年，过去是著名的私立女校。大家还比较熟悉的著名校友还有克林顿的夫人希拉里和中国作家冰心。1913年到1917年，15岁的宋美龄从南方的佐治亚州来到麻省的威尔斯利学院，主要考虑是离波士顿哈佛大学读书的大哥宋子文近一些，便于大哥照应。刚入学时，宋美龄并不喜欢这个学校，找到校长直截了当地说：“我估计我在这儿不会待很久。”很快他就改变了主意。后来在回忆威尔斯利时，他说：“这地方真是令人陶醉，树木葱郁，视野开阔，花园逶迤。”1年级时，宋美龄住在校外，2年级搬进校园宿舍，据说曾住在这栋房子的5层。学习上她并不十分用功，不过成绩很好。4年中，宋美龄主修英国文学，辅修哲学，还选修了法语、音乐、天文学、历史学、植物学、英文写作、圣经历史和演讲技能等等。毕业时是同届33位获得最高学术荣誉杜兰特奖的学生之一。在威尔斯利学习期间，宋美龄有位非常要好的同学艾玛·米尔斯，两人一直有书信联系。这些书信米尔斯后来赠给了学校，都存在档案馆里，并在宋美龄去世后对外公开。相互的书信中既有闺蜜之间的私事，也有中美两国的时局，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有专门的书讲述。1917年从威尔斯利毕业后，宋美龄回到上海，后来同蒋介石成婚，成为蒋夫人。在各种历史书和传记中，常被提及的贡献包括上世纪30年代开展的新生活运动，1937年的西安事变，不顾众人劝阻，飞到西安解救丈夫。她还是中国空军之母，积极参与创建空军。1943年出访美国，成为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第2位女性，第1位是荷兰女王。这次出访大约超过25万人听过她的演说，美国国会也顺势废除了实行已有60年的排华法案。抗战期间，组织妇女支援前线，参与伤员的救护和遗孤的救助。上世纪40、50年代，再次到美国寻求对台湾的援助。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虽有记载还积极参与台湾政事，但是还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1943年2月，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Have before you the glorious opportunity of carrying on the pioneer work of your ancestors beyond the frontiers of physical and geographical limitations. Bring about the liberation of man's spirit in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同年3月6日，他回到阔别26年的母校。3月15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做了这样的报道：上周末，威尔斯利最著名的毕业生回来了，他就是声名显赫的17届宋美龄。他要回来看看，自从上次参加的5月滚铁环、6月歌舞节后，校园都发生了哪些变化。蒋夫人乘车经过威尔斯利镇，镇上看上去一点变化也没有，而且更像一幅图画。
他高年级时住过的宿舍，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套房间。蒋夫人出席一场由17届80名同学举行的欢迎会，他们欢聚一堂，就像是当学生时的姑娘。散步校园时，宋穿着一条海军蓝宽松长裤，韦尔斯利校长坦言，他的长裤打破了学校反对宽松长裤的戒律，全校师生忽然改变了他们的坚守立场。蒋夫人向学生发表了演讲，她激动万分，扶着讲台，整个身子几乎要倒下去。2天后，宋又继续他的使命，前往芝加哥、旧金山发表演讲。宋美龄还将自己一大笔稿费，合计$25,000捐给了母校，成立了宋美龄基金。学校利用基金，曾请胡适、林语堂等到学校演讲。1953年，宋美龄第2次回到母校，望着道路两旁的大树，宋美龄对陪同她参观的校长感慨地说：“树长大了，我也变老了。”这次他送给学校一座中国古寺曾用过的钟，至今还放在学校本科部。能查到的资料看，1958年蒋夫人又回了趟母校，赠送了自己的画作，在网上和资料库中都没有见到对这次回校的文字和图片记载。1991年9月21日，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的空乘方曼君女士被临时指派飞一班专机，到机场才知道服务对象是蒋夫人。当天的台湾新闻是这样报道的：蒋夫人随后搭乘士林官邸的旧式黑头车，在10点10分抵达。车队直接驶入华航专机前，党政高层首长都已在机坪上列队欢送。蒋夫人这次是搭乘华航747SP 编号 B1862的专机，随行人员除了机要及医疗人员20人外，据传华航董事长邬越也将随行照顾。蒋夫人在先总统蒋公去世后即赴美休养，直到75年返国参加蒋公100年诞辰，随后住进士林官邸。除了最近到故宫演讲公开露面外，已经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事实上，蒋夫人一直对国内的政治只保持关心但不愿介入的态度。在台5年期间，先后遭到3次家变，加上健康理由，才使蒋夫人这次决定在赴美休养，短期内恐怕不会再返回国门。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蒋夫人宋美龄女士，预定在台北时间22号抵达纽约，然后返回长岛寓所做长期疗养。华视记者张文慈、张振杰、葛传富在松山军用机场的报。当时负责专机服务的方女士事后回忆：整架飞机只有宋美龄、孔二小姐、护士及几位蒋家人。飞机内摆设简单，增加了一床卧铺和一张圆桌。飞机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后，直飞美国安克拉治加油，再飞纽约。一路上，宋美龄话不多，只和孔二小姐坐在圆桌旁，偶尔聊聊，很少主动要求空服员提供特别服务。对于空服员的服务，宋美龄也只简单客气地说谢谢。事后，方女士才知道这是蒋夫人最后一次离台旅程。想起飞机上的情景，她表示寂寥中掺杂着伤感。实际上，1975年9月起，宋美龄就开始长期在美国居住。她最初住在长岛的黄忠谷庄园，房子建于1913年，占地13公顷，是1943年孔祥熙购买的。《纽约时报》曾对庄园这样报道：不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栋位于长岛的价值$1180万的住宅都是一座宫殿。它拥有9间卧室、9个卫生间、一座高尔夫球场、一个足以容纳健身房、电影院和桑拿浴室的下层空间。蒋夫人1986年又回到台湾住了5年，台湾的局势和气候让她感到不再适应，于1991年9月再次回到长岛。这年宋美龄94岁，回美国时携带了近100箱的东西，行李中包括家具、书籍、字画和成箱的旗袍。1995年，98岁的蒋夫人
为避免从郊区进城就医的麻烦，搬到纽约市中心曼哈顿格雷西街10号。房子是孔家的后辈为他预备的。早些年，作家林语堂曾住在附近的7号。公寓视野开阔，俯瞰穿城而过的东河，楼下是以美籍德裔的政治家、记者、参议员卡尔·舒尔茨命名的公园。宋美龄的公寓在第9层和第10层，上下是打通的，服务人员住第9层。有报道说，公寓厨房很宽大，整日都在运作，弄出来的动静和气味曾让邻居投诉到纽约卫生局。前来检查的人员被屋内的豪华镇住了。照顾宋美龄的花费是台湾政府支出。据台湾时报周刊报道，预算显示，宋美龄曾配有3位服务人员、2名司机，还有6位医疗护理人员，每年的人工支出超过1000万台币，折合35万美元。医疗费用没有报销限制。此外，保安费用没有公开。还有资料说，整个团队一度曾包括了24人。作家海娜·帕库拉在他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最后的皇后：蒋介石夫人和现代中国诞生》中，详细描述了这套公寓的内饰情况。他俯瞰东河，共有18个房间，包括7间主人卧室和许多仆人间。房内装饰以红色为主色调，大量运用了锦缎，地上铺满地毯。宋美龄的卧室放置着她的画像，起居室里有着美丽的翡翠、象牙、精妙的油画以及中式家具。在庆祝宋美龄100岁生日的新闻中，可以窥见公寓的一角。据一位公寓的住客说，宋美龄有3只小型犬，和主人一起，它们也逐渐地变得衰老而蹒跚。晚年的宋美龄生活很有规律，身边的人员回忆，她每天散步、看报、读圣经是她生活的主要内容。她常年订有当地的英文报纸，尤其坚持看《纽约时报》。另外还和服务人员一起打麻将。有服务人员说，只要不刮风下雨，总是在护士和保安的陪同下，坐着轮椅到附近的公园走走，呼吸新鲜空气。有时候坚持自己推着轮椅缓缓向前，以锻炼身体。也有服务人员说，蒋夫人深居简出，很少出门。能在媒体上查到，蒋夫人晚年参加的公开活动很少。最广为人知的是二战结束50周年的1995年，她再次应邀到美国国会演讲。这时，二战时代重要的人物，全世界就剩她一位了。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蒋介石都已不在。当时会场上挂着这些人的大幅照片，媒体形容就像一场早期的默片。7月26日，98岁的宋美龄来到国会，数千华人夹道欢迎，500多位听众，包括150多位国会议员，坐满了会场。宋美龄慷慨激昂地发表了简短的演说。At the time, I said that I came here as a child, spent my formative years here, and stayed through college. Therefore, I will always think of America as my second home, and it is good to be back home again. 1996年3月，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出台湾运来的400多件中国艺术品。宋美龄出席了这次中华奇观的预展，算是半公开活动。再有报道是，2000年1月，她应世界日报之邀到法拉盛参观书画展。开幕当天，2000多人慕名而来，大多数是为了看宋美龄的画作。2个月后，画作又在旧金山展出。除了少数的公开活动，就是每年3月她的生日。有传记记载，生日聚会前，宋美龄都要精心化妆一番，走下楼梯露面的那一刻，总是光彩照人。在孩子们一拥而上、一番亲吻之后，她被护送到餐厅。而当告别客人上楼时，她总是像女王般挥手，并用坚定的嗓音说：“各位再见，上帝祝福你们。”愿上帝祝福你们。
2000年5月，这里举办了蒋夫人105岁生日派对，也是最后一次。2003年，她由感冒逐渐发展成轻微肺炎。10月23日晚上11点，非常平静地在卧室床上安然离世，享年106岁。一位晚辈回忆，一次探望蒋夫人，他说：我姐妹们死了，我的兄弟们也死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留下了我。在探望的1周内，他每天都提同样的问题。有一天，他似乎找到了答案，认为上帝留下他就是为了让他带领那些还没有皈依基督耶稣的家人。曾有人劝他写回忆录，蒋夫人说：我没有回忆录，我也没什么好回忆的。我最好的时光是年轻时候上学的那段日子。回国之后，国内狼烟四起，嫁给先夫就是忙于抗战、内战，奔波操劳，都没什么好回忆的。就此，有人这样评价蒋夫人如同武则天一样，一生经历大风大浪，留给世间的只有一块无字的墓碑。